我们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啊，皇族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经常发生一些血雨腥风的事儿。很多人看历史看到这一篇啊，都感到有点心寒齿冷，说你看这人呐，哪能对自个儿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如此残忍无情呢？当然，在巨大的权力诱惑以及生死关头，人往往先顾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不等于呢，这些人就没有正常的感情。有的时候历史关口推到这儿，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他顾及了亲情，可能就失去了性命，或者失去了权位。如果顾及权位，就必然会伤害亲情，就两头你得都要一头。怕的是什么呢？又顾及亲情，又贪慕权位，啥都想要，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这位皇帝，就是在这上犯了错误，既顾及亲情，又贪恋权位。他就是大明的第二任皇帝，明建文帝朱允炆。这个建文帝朱允炆呢，是这个明太祖朱元璋的亲孙子，是朱元璋立的太子朱标的儿子。可是他爹没熬过他爷爷，死到前头了。这样朱元璋呢，把孙子朱允炆立为皇帝，钦点的继承人。可这样一来呢，他四叔朱棣啊很有能耐，不甘心，再加上后来建文帝呢要削藩，就是把他叔叔的权力掠夺了。这样的话，朱棣不干，起兵造反。我皇新登大宝，为国之长治久安计，必先削藩，以固皇权。道理啊，削藩的必要性，朕已经明白了。只是现在所有的藩王都是朕的亲叔叔，不削藩怕朝纲不利，削藩的话，朕又怕伤了叔侄之情。你不是已经在削藩了吗？你连自己的亲叔叔都不肯放过吗？削藩是为了巩固江山。哼，巩固江山？巩固谁的江山？难道在你登基之前，大明的江山不稳吗？那么造反呢，这头就得有镇压的。一开始建文帝朱允炆呢，是派这个自个儿爷爷那一辈留下个大将叫耿炳文。这个人呢，跟朱元璋老乡都安徽凤阳的，也能征惯战。朱元璋把功臣也都杀差不多了，就这个人算个硕果仅存的，能打仗的。那用你吧，你去给我把我叔叔给镇压了。咱都知道两军交锋有个特点，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一上来双方那都得是不共戴天之仇，打仗有这股劲，我非给你灭了不可，这个仗才能打赢。可是就是在出征的时候，耿炳文率30万大军出征，建文帝给他壮行，壮行咱都看过，喝酒一口进去了，啪，碗摔地上，脑袋掉了碗大疤了，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全是这样话。可是朱允炆没干这事，拉着耿炳文的手嘱咐他，临行之前呐，爱卿啊，朕有句话还得嘱咐你，疆场之上打败对方就行了，万不可伤我叔叔朱棣一根毫毛，不然天下人将会指责我杀我亲叔叔，陷朕于不仁不义之中。语重心长的，充满着爱心的嘱咐了一下。耿炳文糊涂了，两军交锋，你死我活，我只能打败他，我不能杀他，这尺度太难拿捏了，刀枪又不长眼睛，心里头就含糊。为啥？他这一含糊有一个恶劣的后果，他算了，人家可叔侄俩呀，说白了人民内部矛盾，打到最后他俩一和解，我成恶人了。这个带兵打仗是一股气儿通下来的，他心里一琢磨，影响太大了。一旦举兵，再无退路，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与朝廷势不两立，与天下为敌。万一失败，不仅会岁数万段，满门抄斩，而且会世世代代被人唾骂。殿下，举兵伐逆虽是一条血路，但是束手就擒更是死路一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鱼死网破，跟他拼个你死我活。马浩兄，你说的对，举兵不成，兄弟们为了忠于燕王殿下而死，死而无憾。可万一举兵成功，末将等人必将成就不世之功。
兄弟好请，朱棣拜见。自今日起，本王与诸位同生死共患难，肝胆相照，浴火重生。国亲已定，举令。所以最后朱允炆兵败如山倒，完全正常。其实就是不打仗的时候，朱允炆也有很多机会能够把朱棣弄死，他都一一错过，放虎归山了。因为就在朱元璋一死，朱允炆登基坐殿上台了。这个时候他心思就有削藩之意了，就是我要把各个藩王都拿下。外边藩王也听到点风声，可是新皇帝登基坐殿，各位藩王必来朝贺。你甭管是我叔叔是我爷爷，我是皇上，哎，你来给我下跪了。所以当时朝中大臣就猜燕王朱棣呀可能有反心，他不敢来。为啥？来了之后我给你拿下，你还反什么了你？等你那边北平那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那这就没法造反了。哎，没想到朱棣胆大来了，来庆贺来了。史书上写呢，叫行皇道入，登跸不败。什么意思？从皇上走的专用通道，这朱棣来了，就踏着这红地毯上来了。那过去这就得杀头，这是预制。登跸不败，来到这个大殿上面，你再说陛下陛下嘛，就是这个陛字，登跸不败，来到大殿上，不给新皇上磕头，你好 ，hello， 嗨，这个跟自个儿侄子打招呼，还跟以前一样。所有大人都这不有谋反之心吗？这干嘛呢？瞧不起皇上你，咔嚓拿下。朱允炆说：“岂可如此啊！天地之间有人伦呐，那是我爸爸的亲弟弟，我爷爷亲儿子，我的亲四叔，我不能那么干。想我朱棣驰骋沙场10几年，从来最不怕的就是死，只是要死也要死个痛快。你杀了我吧！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哼，那还啰嗦什么？我只是不愿意再有人为皇位流血。岂能让天下人骂我一个不仁不义？回去放虎归山了，这个机会错过了。当然一走那边传来消息，人家招兵买马呀，怎么着。朱允炆后悔不要紧，还有机会。赶过1年，赶上朱元璋忌日，咱都知道南京明孝陵，朱元璋陵墓，这些你的儿子各个藩王自个儿爸爸死的忌日1周呢，得来给他上坟烧纸什么的，来吧。有人说借这机会把他拿下，但是朱棣这时候学聪明，因为回去他准备造反1年了，他心里有鬼啊，不敢来。进京奔丧定是一场灾难，殿下不妨就地举哀，静观其变。百善孝为先，惧死而不亡，怎么能对得起父皇的养育之恩？现在岂是尽孝道的时候？这明明是自取龙王。不去便是对父皇不敬，反让天下人耻笑。父王，还是让儿臣替您去吧。不敢来，他想什么办法呢？自个儿亲爹，你说1周呢不来也不对，就派自己的长子朱高炽，还有2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3个儿子来了，表示诚意。长子领我俩儿子，我诚心实意的让他们替我给他们的爷爷上个坟。这3位来了呢，有这个大臣出主意，说这个燕王朱棣啊，信任他大儿子，而且宠爱朱高燧这小儿子，都是心肝宝贝儿。咱现在把他扣下，不让他回去。当然咱不说扣下，你建文帝作为碰着兄弟了，叔辈兄弟，说你哥几个都在北平这受苦，挺难得到这个南京这个繁华之地，我打发大臣带你们到夫子庙啊这各个地方转悠转悠啊，看看这繁华盛景，就先别走，名为招待，实为软禁，就不让你回去了。你儿子攥到我手里，你当爹的不心疼？你敢动刀兵，咔嚓咔嚓咔嚓，3个脑袋下来了，挺好个主意。朱允炆说：“哎呀，岂可如此！你自古以来除了
夫妻父子，尚有兄弟人伦呐。这是我3个弟弟啊，大老远来给我爷爷上坟，尽心尽孝，我要把他扣下，岂不让天下人骂我个不仁不义呀？回去吧，又给放回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打胜仗。那后边的结果也都知道。朱棣呢，一直打到南京，攻到外城，朱棣分兵扎着不打。哎呀，朱允炆就在皇城内城里，我不打了，不打干嘛呢？此次燕王举兵是遵照先皇的祖训所示，并非谋反，而是奉天靖难。对，本王就是要奉天靖难。明大义者生，为天理者亡。因为这场战争起端，朱棣是要干嘛呢？要靖难。靖难什么意思？清君侧呀，就是皇上是好的，身边有奸臣，我来帮皇上忙来了，进京勤王来了。那到这儿来，你要再打进内城，那就不是勤王，就杀王了。所以他把兵马驻扎好了，等着。皇宫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了。好，只要建文帝肯出宫投降，就立即停止围攻。可如果建文帝他不肯呢？那就攻进去。不过不要伤害建文帝。是。但他万没想到，这时候建文帝玩了一手高的，放火烧宫殿，玩失踪。大火起来了，再进里头找，建文帝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尸体找不着了。这下朱棣可后悔了。为啥？他怕什么来什么，他最怕这个。为啥呢？你这皇上死了，一了百了了。这时候天底下呢，那还是朱允炆的天下，外郡的一些人还信这皇帝呢。如果他没死，他跑到外头去了啊，这个朱棣篡位，一呼百应啊，那再打仗，朱棣不见得能赢啊。所以他要是哪怕这个人就哪怕是尸体在那儿，他都放心。你这个人没死，飞到外头去了，这多可怕呀！就即使是我在外头把你打败了，把你弄死了，隔不2年又说你没死，又有一伙人起来，我不消停啊这个事儿啊！参见父王，怎么回事？儿臣刚才搜查时发现了这2具焦尸。是朱允炆吗？不知道，已经烧得看不清楚了。哦，这是从尸体上翻出来的玉佩。这是皇后的凤佩，有没有发现龙佩？没有，父王，没有龙佩，这个人应该不是朱允炆吧？所以朱棣一看吓坏了，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呢？说咱贴个寻人启事，有见到他的人请诉送回啊，通风报信者赏银5000，直接把我侄子押回来赏银1万，这肯定不好使啊。说那就全国通缉，画影图形吧，不行。因为造反之前，他说替皇上清君侧，杀奸臣，哪有说替皇上杀完奸臣把皇上通缉了？没这么干的。这么一来，他这个造反的合法性没了，他不敢用通缉令。所以说这些办法想来想去呢，都不灵。说这可怎么弄呢？他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说这样吧，咱们呢先对外宣布皇上死了，在里边点把火自焚了，死了。高旭，这1龙1凤2块玉，就是你从2具焦尸上翻出来交给本王的。我？殿下，这龙佩人证物证俱在，这个人就是朱允炆。高氏求福，在，赶快准备厚葬朱允炆。遵命。目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你们这些忠于建文帝的人，你死这条心吧，你们的主子死了，不要再想什么跟我作对的事儿。所以这第一手是向外界通告，这皇帝死了。当然他在里头没有找到朱允炆的尸体，这成了他个心腹大患。他不知道哪儿下子就窜哪儿去，再出事儿。先对外安民告诉死了，然后呢派手下重臣赶紧找他到底跑哪儿去了。他这个找，他派了2个人，
一个人叫胡莹，一个人叫郑和。有人说郑和，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啊，就是这郑和。郑和为什么先后6次下西洋？当然说通商啊，干啥，这都是大众的理由。有个核心的秘密，就是他派郑和到海外找建文帝朱允炆。因为大明那个时候呢，并不是完全搞片帆不得下海，跟东非啊，包括埃及啊、中东啊一带已经有贸易往来了。海船呢，顺着泉州啊、福州啊、广州这一带经常出海，所以他怀疑呢，南京离那边近呢，可能就近的跑那儿上海外了，必须得找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你那么想，真正出使各个国家，你是得派亲信不假，你派个太监干嘛？太监在国内是位置低人一等啊，让太监出去说，你看我们大明王朝都不是全乎人，这个有辱国体。所以他为什么派郑和？郑和见过朱允炆，而且知晓宫里的规矩。要是发现这人是皇帝，他能迅速根据皇宫的以往情况找到蛛丝马迹。这是为什么三宝太监下西洋一个重要的理由。这是让郑和到海外找。在国内呢，他派一个叫胡莹的人找。这个人在朝为官，既不是朱棣自个儿人，也不是前明重臣之后，这两边都不靠，不起眼个小人物。汝能末将在，立刻带人马秘密追，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朱允炆给我抓起来。遵命。让这样人在国内找最方便。所以以什么名义呢？告诉胡莹，你呀找仙人。咱中国历史皇上都想长生不老，所以说寻仙求不老，这是掩人耳目好办法。这胡莹从1407年开始，全国就找，到什么程度？自个儿妈死了都没回来。当然到最后根本就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那说这个朱允炆到底哪儿去了呢？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建文帝是个好侄儿。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原来的史学家很多人认为他就烧死了，但是后来大量史料证明朱允炆确实没死，只是不知下落。到了明朝后期呢，出了本书叫《至身录》，里面记载这个事儿，说他没死，干嘛了呢？说很有意思。说本来这个朱棣兵临城下了，朱允炆一看，哎，我当初一念之仁，致使今日身家性命不保，更愧对我的爷爷大明列祖列宗，死了吧，拔出宝剑要自刎。正这时候身边窜进个太监了，主上不必。那怎么的？你死了，我不是说从你的身家性命安危角度考虑，不是爱惜生命，你爷爷啊活着时候早给你安排了这条道，他预见到你肯定有这一天，都给你准备了逃生之法。从后殿拖出一个箱子，把锁打开，一看里头是什么？先有10两白金，这逃跑路费啊，还有个线路图。打开一看，朱元璋御笔钦点，从这个后宫哪个地道你能出去，一出去城外哪个地方你向哪边跑，有哪个人能接应，他死了他儿子能管这事儿。再看里头一身行头呢，有度牒，有僧衣，有袈裟，有禅杖，和尚的打扮。说为什么让他扮和尚跑呢？出家人这个方便嘛，掩人耳目。再一个你别忘了，朱元璋当过和尚，老本行，人家驾轻就熟，我早给你指了一条正常的有前途的职业道路。把这拿出来，说这建文帝化妆成和尚，顺着后宫地道啊，悄不声的出城了，然后就跑了。说这玩意儿准不准？这胡说八道的。那朱元璋再厉害，这诸葛亮这在世，他不是那样，他算不到这步啊。所以这个是胡说八道。可是为什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到哪儿去？史学家却普遍认可，说这朱允炆是失踪了，不是真死了。因为后来大清的时候出了点类似的事儿，出现了一种言论，使这个事情就不是个历史问题了，不是个寻人的问题了，变成个政治问题了。为什么？咱们有不少朋友看过那个康熙王朝，康熙王朝满人入关得了天下了，可是很多前明的人造反，要反清复明。这时候有一个人带头站出来，
自称朱三太祖。皇阿玛，你看，这是什么人？朱三太子朱慈炯。哦，朱慈炯，原来也是个老头子。皇阿玛，你看，这是从他胸口搜出来的。啊，这不是朕吗？那个时候，你看朕多年轻啊！朱慈炯把朕搁在他的胸口上，这是和朕有不解的冤仇啊，心心相印，好生安葬他。朕。康熙王朝里写这个人叫杨启隆，不是真正的朱三太子，但是他以朱三太子的名义号令天下，结果这个名号就是这位姓杨的死了之后都有人继承，还叫朱三太子，爹朱三太子，儿子也朱三太子，把这个事儿呢困扰了大清王朝三辈儿，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年间，一直到雍正年间。说为什么雍正之后就没了呢？那个时候经过康雍两世，天下太平，百姓衣食丰足，没人想签名。说崇祯皇帝是明神宗这个那个的，对我们那么不好。你看康雍前三世，天下盛世，能吃饱穿暖，还管那谁当皇上？所以自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杨启隆作为朱三太子，可是把大清折腾不清，像个幽灵一样阴魂不散。所以为了能够让老百姓相信前明那些人都死尽了，什么跑了，打完仗往哪儿跑啊？所以在大清修明史的时候，一口咬定当年的建文帝朱允炆就是死了，这根本没活路，一定是死了。其实是拿此来影射朱三太子没这人，你们死这条心，别跟他造反，白白牺牲性命。所以史官如此描写是为了政治宣传。所以正因为有这样明确的目的性，所以现在的史学家认定，大清时期的考古学家跟历史学家，他们一定心里有数，建文帝没死，但是为了政治需要一口咬定，甚至把别的相关证据都毁掉，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接触一些文学作品呢，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就这个作品出版之后啊，读者读了以后，几乎不可能100%的读者说这个作品好，真好。我们对待一些文学批评，确实需要拿出一个平常心态。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在10多年前呢，有一位著名的小说作者，大家都熟悉的王朔，写了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这个王朔呢，突然间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我看金庸》。金庸大家都知道，华人世界的武侠巨匠，上至学者教授，下到贩夫走卒，没有不喜欢他作品的。那么王朔在他这个《我看金庸》的文章里说金庸作品呢4大俗之一，哪4大俗呢？4大天王，成龙的电影，琼瑶的电视剧加金庸作品，王朔把它归结为4大俗，说他这作品呢恶俗，很没意思。我相信他这么说，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会不同意这看法，因为金庸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那为什么王朔说金庸的书恶俗呢？金庸书到底恶俗不恶俗呢？咱们今天就给大伙儿分析分析这个事儿。金庸侠之大者，所著的武侠小说深入人心，缘何却被称之为恶俗？是金庸的武侠故事不够精彩，是影视导演的改编曲解，还是有些人的看法过于偏激？老梁故事会为您解读金庸武侠恶俗吗？说王朔说金庸4大俗之一，他首先有一个根据。他说我呀翻开金庸的书一看，我真佩服金庸，我就佩服他这么敢把别人的人物就拿过来。这什么意思？他说金庸抄袭。那为什么王朔说他抄袭呢？主要是指人物的设置、情节的设置上。王朔举的一个例子就说，你还叫段誉干嘛呀？你就叫贾宝玉不就完了吗？他的意思，《天龙八部》里段誉这个人物设置是完全模仿贾宝玉的，这个确实有这个迹象。你贾宝玉呢，在这个大观园里边，你看人见人爱，你跟史湘云呐，跟薛宝钗，后来跟林黛玉啊，这个确实有点像段誉在《天龙八部》里似的，
今天钟灵，明天穆婉清，完了王语嫣的。他就说这点上来看，他俩很相似。就说段誉这人物，你是模仿人贾宝玉写的。我见过。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他呢？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做远别重逢吧。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神仙姐姐，谁呀？在下段誉，是奉王夫人之命，在这里种植茶花的。你就是那个书呆子？我不是书呆子。神仙姐姐，我每天做梦都会梦见你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思维下来呢，那金庸书里头啊，有不少读者真找出一堆模仿迹象。你比方说这个《笑傲江湖》里头这个令狐冲，令狐冲这不是在这个华山因为小师妹岳灵珊移情别恋，跟福建来的小林子林平之好上了，所以令狐冲很受伤，就违背这个师门的规定，给弄到后山思过崖，你到那儿去进门思过去了。结果在思过崖呢，偶然间发现了山洞里头有魔教十长老破五岳剑派剑法的图像。当时他心如死灰，完了，我这五岳剑派剑法这么牛，都被人给破了。这时候巧遇华山派的前辈风清扬，风清扬传他独孤九剑，一下子令狐冲那武功一日千里。说这个桥段有人就指出这是模仿甚至抄袭。抄什么呢？基督山伯爵。熟悉基督山伯爵的朋友都知道，基督山伯爵里这个主角年轻人因为犯了点事儿被关到监狱里了，在监狱里意外的碰到一个很博学的老人，这老人教了他一身本事，他逃出监狱就发达了。有人说你看看，这不这故事情节完全照那搬的吗？还有人说还有，你看《射雕英雄传》里写郭靖跟黄蓉好吧，好到一定程度，说到桃花岛上一看呢，江南五怪死在桃花岛，种种迹象指明这是黄药师黄蓉他爸爸杀的江南五怪，其实是西多安峰和杨康干的吗？除了黄药师，这时候黄蓉也没法解释这事儿。最后黄蓉假死，假装被西多安峰抓走了死了，弄得郭靖很伤心。哎，蓉儿那丫头呢？欧阳锋把他抓走了。说什么？原来是欧阳锋那老毒物啊！你告诉我，我帮你忙。我找了半年了，还是没有音讯，生死未卜。后来两人再重逢，这恩怨就化解了。有人说这也抄的，抄哪儿呢？罗密欧与朱丽叶吗？俩年轻人好上了，不知道两个家族有那么大恩怨，最后没办法，结尾朱丽叶假死，躲过这一关。有人说你看这不也抄的吗？还有人说那这是情节，还有人物性格上，你看《倚天屠龙记》里那个金毛狮王谢逊那个遭遇经历，非常像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写那个海狼里那主人公。那么你把这些穿成串看呢，好像是那么回事。说看来这金庸好多情节都是照世界名著抄的，是不是抄呢？这个事见仁见智。我个人理解不能把它理解成抄。为什么？这是一种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常见的一种借鉴方式。就是呢，我把你的情节大致借鉴过来，但是呢，我这个和你之间人物的背景、人物的性格、情节整个推进发展、地域文化、欣赏习惯完全都不是一回事。你假如说，如果说金庸在这里边就直接就把一个人写成外国人，说他根据外国那些场景，有什么，比方说他说令狐冲被关进监狱了，碰着个老人怎么地，甚至场景对白呀、情节推动都跟那节奏是一样的，这叫抄袭。但是我们可以有兴趣的朋友比较一下基督山伯爵的那种场景描写和这个金庸在《笑傲江湖》里描写，它完全不是一回事。金庸侠之大者，所著的武侠小说深入人心，缘何却被称之为恶俗？是金庸的武侠故事不够精彩，是影视导演的改编曲解，还是有些人的看法过于偏激？老梁故事会为您解读金庸武侠恶俗吗？好，欢迎您回到由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那么如此多的这种情节类似在金庸作品出现，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呢，一个是借鉴，另外一个呢可以看作金庸呢对一些前辈致敬。你比方咱们看电影，
一部周星驰的功夫，你看周星驰在功夫里的打扮，那是向李小龙致敬。所以像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把它解释成简单的抄袭。一个是它触发了现在创作者的灵感，第二个也代表现在的创作者对文学前辈的一种敬意。当然金庸书里头它真正的价值所在，就是它即使借鉴这些情节，它也使这些情节插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翅膀。你比方说这个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你以为这名字是随便起的吗？不是，它是中国五行方位一种文化，和阴阳结合，东方青龙甲乙木，南方朱雀丙丁火，西方白虎庚辛金，北方玄武人癸水，中方腾蛇戊己土。它分这些方位布置的，说东方青龙甲乙木，东属木，而且在佛教里讲呢，东方呢有药师王菩萨，所以东邪叫黄药师，这是有根据的。南方属火，五行里主升腾之下，所以呢在家为帝王，出家就是高僧南帝。西边我们知道是欧阳锋，在五行当中南火克西金，所以王重阳把先天宫传给了这个段皇爷，段皇爷会一阳指先天宫，南火克西金，他就是老毒欧阳锋蛤蟆宫的克星。所以这些都是按五行走的，包括北属人癸水，水是最卑下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那么人里头最卑下的啥？是要饭的，所以北丐洪七公，就是他这个五行的一些东西都是按照这个方位来的。而且你看这个《笑傲江湖》里写到，说北岳衡山派这个搞这个掌门人继承大典，令狐冲得穿黑衣，因为北方属水，肤色上黑，就属水北方它主要的颜色是黑，中方黄是土，东方青是木，所以它这里头有很多文化上的东西。你再包括是你看这个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里边呢提到了很多降龙十八掌的招数，你比方说亢龙有悔，密云不雨，损则有徒，神龙摆尾，李双冰雉，力彻大川，这都是降龙十八掌的招数。这招数打哪儿来呢？都从周易上来的。这是周易里头啊，从乾卦开始的卦辞，它表示的这条龙啊，这是用来形容乾卦的。它最开始叫初级的潜龙勿用，潜龙勿用是降龙十八掌招，就说这龙在这趴着还没起来呢，然后一点点起来。你比方说到了最高95最高位，95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然后到了顶了，他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叫做96亢龙有悔，到下边了。所以这是周易朴素的一个辩证法思想。那么里边的原来这个周易的卦名呢，就被金庸活学活用，用到降龙十八掌里了。再有的老顽童周伯通给郭靖讲这72路空明拳，它里头用的道理就是道德经里的东西。你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道德经里的话。他讲这空碗盛饭，空无助人，这以虚无对实在，这是老子思想活学活用的地方。所以在金庸书里头，像这样的场景再说多了是。那不仅仅是这个，还有一些和这个文学数学都能相关的。说是金庸书里还有数学吗？你就拿射雕说吧，在黑泥潭这一块，这不是黄蓉，郭靖背着黄蓉要找这个段皇爷给看病吗？完了被这个邱仙人给逼到这儿了。结果黑龙潭这会儿住着一位隐士英姑，英姑就出了几道题，说你给我答上才能过去。说9宫这图这么一个格里头，1到9 9个数字，你怎么排能够横下纵下斜着这么的加起来都是15。当时黄蓉说这个游戏在桃花岛他爹就教他了。黄蓉直接说这有何难呢？2四为尖，就是把2个棋子放在右边最上面那格，4个棋子扔在左边最上面那格。6八为足，往右下那格扔6个，左下那格扔8个。左3右7，3个在左边中间一格，7个在右边中间那格。再9里1，把9个扔在中间的上格，1个在下格。最后5个扔在正方格那儿。如果你
你不信就自己加吧，怎么样加都等于15。想不到我苦思10几年的难题，让你3言2语就解决了。像这样的知识在金庸书里头，那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你再有，你看这个英姑啊，想念老顽童周伯通的时候，就后来不是织了一个锦帕吗？那锦帕垫到孩子的胸口，结果被裘千仞一匕首把孩子捅死了。这锦帕上留个血窟窿嘛。那锦帕上有首诗叫“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小寒深处，相对玉红衣。”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小寒深处，相对玉红衣。鸳鸯织就玉双飞。这首诗大有来历，它不是说就是金庸写的，它是中国古诗词里边呢有一个联句叫《九章机》。九章机写了个什么故事呢？就说过去有这么个女子姓苏若兰，她丈夫呢到另外一个地方上任去了，她天天在家里织布，这九章机就比织布那个机杼。结果她丈夫在外头呢，身边又有了姬妾，就有点冷落她了。她心里头很寒心。了解这情况，她天天在家写诗，就根据织布的情况写成了《九章机》。后来她丈夫回心转意，把她接过去了。这九章机就从一章机写到九章机，就反映男女之间细微的这种感情。所以金庸把这个拿过来，直接用来比喻英姑想老顽童这个过程，你看挺好，非常贴切恰当。所以在金庸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好的地方，那是比比皆是。你不光我说《射雕英雄传》，其他书里头也都对这各种文化知识有描写。你比方金庸书里写琴棋书画的特别多，你看这个《笑傲江湖》里边那个梅庄四友，这位一定是丹青生老前辈了吧？兄弟我呢，好酒好画好剑，人称三绝。三绝之中呢，以酒为首，丹青次之，剑道为末。这黑子冲又冲不出去，做又做不活，这下一步当如何走呢？二位，这是我三哥粗鄙翁，痴迷于书法，不在我对字画之下。最有意思的《笑傲江湖》里边有一段祖千秋论碑，那可以说是金庸博学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哎，灵狐公子，你虽然有好酒，可是你没有好的酒具呀，这未免美中不足，有些遗憾呐。苏大哥，这里山村野店的只有这些粗碗，就将就一下吧。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不然可就糟蹋这些玉液琼浆了。哎呀，喝不同的酒，那就要用不同的酒具。汾酒那就应该用玉杯，旁人古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嘛，可见用玉杯玉碗来喝汾酒，才能够增加它的酒性啊！有道理有道理。所以这个酒和杯之间的这种感觉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说喝梨花酒用什么杯啊？梨花酒啊，那就要用翡翠杯了。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有云：红袖之灵夸事业，轻骑孤酒衬梨花。就是这梨花酒得搁翡翠杯，才衬得湛青碧绿，哎，那么有意思，那么有趣儿。说喝这葡萄酒呢，葡萄酒这色儿红，英雄好汉喝呀，有点娘们气。说怎么办？得搁夜光杯喝。古诗有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葡萄美酒是颜色艳红，一旦盛入夜光杯中，更是色如鲜血，男儿饮之岂不壮哉？所以你读这样的文字，一个爱好古典文学的人能从这里得到很多好的东西。而金庸呢，能够
在这种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当中呢，夹杂着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那无形间呢，就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那个时候，曾经就是我80年代看金庸书的时候，里边有介绍说，海外华人呢都按照金庸的书教下一代中国文字。确实，金庸的文字很典雅，这个事现在已经成了现实了。咱们有的朋友可能看的中学课本里边就选了《天龙八部》第5册的一卷，叫《烟云18飞记，奔腾如虎风烟举》，讲的是呢，萧峰呢带着18位契丹勇士从山底下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大大的酒囊，豪气冲天的搭上少山。所以这一段呢写的跌宕起伏，充满着英雄气概。谁要说金庸的文字不够洗练典雅，你看看这段，跟现代咱们好多大作家相提并论，我认为金庸一点不输他的风采。所以咱们说金庸的书，你要说用恶俗来形容，我倒宁愿相信王朔是看走眼了。为什么呢？王朔是他到了40左右才开始看金庸的书，他和我们很小看金庸书不一样，他只是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翻开，就像职业病一样看他的结构、篇章、构架，所以他容易一下子把骨头里的东西往出捞，然后就根据骨头来谈论金庸，而没有根据骨头之外那些丰满的血管、肌肉来谈论金庸。所以我相信王朔并没有下很大功夫。但是王朔说一点，说金庸的作品的俗，这也是有来历的。来说哪儿呢？你再好的作品架不住影视剧糟蹋你，这一糟蹋就完了。你看《射雕英雄传》，咱们看过多个版本，83版射雕、94版射雕、2003版射雕，香港和内地分别拍的。你这里头很多地方你没办法，你比方说这个83版射雕啊，郭靖、黄日华演的傻了吧唧的，黄蓉、翁美玲还基本符合原著。到94版呢，是张智霖和这个朱茵演的，朱茵大美女没错，张智霖是个帅哥，你让帅哥演一个有点迟钝的人不像这个。你等到2003年李亚鹏、周迅版的又出问题了，李亚鹏把这郭靖演的跟二傻子没啥区别，等周迅呢演技还行，一张嘴公鸭嗓，这跟黄蓉的形象大相径庭了。而且影视剧是那样，它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审美。说你要在作品里有那么多哲学思维，我怎么给你表现呢？你比方说《笑傲江湖》，令狐冲独孤9剑是我站着不动，我身上有伤的，但只要你动，我一出招就把你制住。这是一种哲学思维，后发制人，无招胜有招。但是这些东西你想想，你要是拍影视剧，你敢拍？你很难把它的哲学韵味拍出来。所以像徐克导的《笑傲江湖》呢，就是一部典型。他按照大众的审美心理，必须得卖得出价钱去，能卖上票房。所以他里头你看，把东方不败这么个阴阳人请了林青霞来演，而把东方不败跟这个令狐冲还弄出个人感情来，整成同性恋了。而且令狐冲剑法非常飘逸啊，东方不败在这里更容易引起人同情，就完全颠覆了金庸原先那些想法。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所有人，我们这些俗人都喜欢按这个角度去欣赏人物，那么影视剧就得按这个角度做调整。这明显和金庸书里头每个里头有人生的味道，有哲学的味道，这就大相径庭了。所以金庸的作品咱们都知道，拍了这么多电视剧，可以说把金庸的书早就给毁的差不多了。如果你没看过金庸的原著，仅仅是看过金庸的电视剧和电影的话，你不可能了解真正的金庸是什么。所以今天咱们说，如果你看金庸电视剧，你可能会赞同王朔的观点，金庸就4大俗，但是你要把他的原著至少看了不止1遍2遍了，你就会理解金庸的好处到底是哪儿，起码不像王朔说的金庸的书那么恶俗。